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声音。如果把台湾乐团看作是大航海时代，那这个时代的名字就叫做灭火器。今天邀请到的这位，他是我的人生导师、精神指标，他就是台湾朋克的代表，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2013的那个呼叫音乐节。对，在香港哦。对，在香港，我们是那个时候认识的。然后对，2022了，快10年了，快10年了。火器也成立了大概7年左右。对，差不多将近7年，现在7月了，对，下个月满7年。然后现在在我们这个场地高流，对，什么感觉？回来高雄的感觉？其实当时我觉得要回来的时候要做什么，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啦。对，但是我知道高流要开了嘛。那高流的位置在整个湾区来说，它拥有真的很漂亮的地景。对，那我当然也会想象说，如果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工作，应该会是蛮享受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就有了解了一下说，到底进驻的资格是什么？后来当时我了解到进驻条件，其实我有点想说那可能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，可能那个门槛还是有点高哦，真的。但是我觉得在那个高流的法人啊，跟这个市府的很多的局处的促成之下，它有一个这个叫做影音主港的方案。我听完之后，我觉得其实我很乐意来挑战看能不能取得这个进驻的资格。所以我当时来这边参观，然后看了一个高音塔10楼的空间，有一个很漂亮的阳台，有几乎是360度的环境，有很大的平面。那我就想说，彩排跟练习跟录音是一个乐团它很重要的不断要进行的工作。对，所以我就一次就做了彩排室加录音室这样子。对，高雄我觉得我用了很高的规格在盖这个空间，我也会希望它的使用率被提升。对，不只是高雄的朋友，中北部来的朋友，甚至未来开放了以后国外来的朋友，对，你来到这一个等于是展演空间群的中心，有一个这样子的制作基地可以使用。彩排也好，你要休息也好，你要办庆功宴也好，像这样你盖了一个这种基地，你对高雄的这个音乐场景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？其实你期待什么没有用，做什么才有用。对，我不会去想说这个地方未来会怎么样，我只会去想说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，我还可以做什么事情。对，我还是老话一句，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这个环境更健康，然后所有参与在这个产业每一个环节的人得到更合理的报酬。对，那讲直白一点就是，生产音乐的人要很认真的去做对得起观众听众的音乐。对，然后要不断突破，把我们自己国家的音乐的面向或者是整个quality 都提升到一个国际水准，这是不断音乐人生产方要追逐的嘛。对，那从业方很多的业界的人员，不管是自己的服务也好，或者是技术的更新也好，也都要追上。那当你有很多很精彩的作品啊、活动啊产生的时候，最重要的环节来了，就是要有乐迷的支持。其实就我自己来看，产业要怎么好，就是一个城市它的活动要够多，然后艺人要够多，然后观众要够多。对，那如果这样的健康的发展之下，比如说这些场馆，它每一个周末的档期都是满的，票房都是好的，
那他未来他就有可能在周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场馆诞生，这样子的荣景才有办法去支撑每一个对这个产业有想象、有热情的伙伴们的生计，否则它只是一个不断在淘汰、进来离开、进来离开，你要重新累积的一件事情，这会让人比较沮丧。你怎么看我们这一辈的台湾乐团的未来？我觉得超好的啊，因为你们组团大概慢我们10几年嘛，那这10年有一个东西叫做网际网路的技术是完全是用飞的嘛，对，所以我小时候玩团的时候，光是谁的器材、谁的痛怎么会这么好，然后表演应该怎么样，然后怎么样去设计一场秀，然后怎么样宣传自己的音乐，怎么样推广自己的音乐，对，没得学，就是只能看跟听摸索这样。对，看有一些我认识到的乐团，他们表演很好看哦，他们是做了什么事啊？原来他们有在排歌单，然后就慢慢的看，然后就觉得这个痛好好听，去问一下你器材是什么。可是现在的团，你要出来，其实大家同学讲好了，网络上资料做一做，你一出来马上就七七八八了。所以这个快速，我觉得是一个优势。对，好，然后所以比如说我自己在看你们这一代，坦白说蛮羡慕的，你们缩短了好多那个摸索的那个摸索，然后一出来就有个基础的样子，再加上你们都很认真，而且一直都很脚踏实地的在充实自己，所以很快的你们的实力就是非常扎实稳固的在那边，我在追寻的事物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，那就是眼前所没有的东西。你们要记得，比想要的东西还要更珍贵的事物，一定会出现在追寻的过程中。尽情的去体验，好好的享受人生这趟旅程吧。TMC IR 2.0资源包开放下载中。大家有没有介绍一下你旁边的这把 SG？好，前年吧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开始收集吉他，他要跟我说他想要收集我最珍贵的吉他，所以我就把这把意义很深的吉他就跟他做了交换。他说他可以买等级更好的来跟我换，这样。哦，他是跟你换的、对，他不是给我钱，他是直接跟你换，他是跟我换。这样，我就跟他说，那你拿一把那个一样红色的 SG Release 61，我这把 Standard 就是你的。对，这样没有隔1个礼拜，他就带着这把琴来说，好，我的吉他拿来，这样，那我就得到这把琴。对，那其实声音还是有差，就是 Release 61的整体细致度跟整个琴的稳定度、状态什么都很好。离开千千般的生活，来到熟悉的海岸，听着车顶的收音机，一路唱着咱熟悉的歌，吹着肯定的风，有咸咸思念的味。迄日的咱，行出迄条旧相片，唱美满的歌词。原来过去咱经过的一切，拢藏伫身躯内面。虽然捌提起，嘛永远袂忘袂去。啥物款浪漫的梦，啥物款人来找？啉着酒一摆甲一摆，讲着心内话，毋通辜
咱的青春，唔通辜负咱的志气，一直到咱的梦开出花蕊。因为像这次北流他们就是有跟好几个场馆合作，包括高流、两厅院、魏武营、台中歌剧院这样子，有一个 IR 的这个取样技术来取样了各个场馆，然后包括台湾的一些品牌的吉他，比如说你现在最常用的是 Gibson 的 SG， 对不对？那它突然换了一个声音，然后变成一个，比如说拾音器原本是双线圈，然后变成 P90的，像这样子的这种技术，你怎么看这种新科技的发展？这样，我觉得是方便啦。其实你知道，比如说像我们如果出国录音，对，行李会有超重费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假设我今天有10首歌要录，但是可能有3种需求，比如说双线圈的啦，或单线圈的，或什么的。那你如果挑一把最好弹、最上手的去，透过这样子类似的科技，然后去把痛转换到适合的样子，对，其实是方便是便利。但是以老派浪漫来说，就是一定会有一票人觉得说没有，我就是什么琴什么声音我就带什么这样，对，有好有坏啊。你一般创作是不是都用吉他写歌？其实比较常有的就是一把木吉他，然后看当天的心情是怎么样，对，然后开始找到第一个和弦，找到一个舒服的和弦进行方式，对，然后开始丢一些旋律进去，那丢一些旋律进去，那当然就是会牵扯到有没有感觉，如果觉得普通不喜欢或没感觉，可能玩个半个小时1小时就去做别的事了。但如果说长出来的旋律有一些旋律是觉得它又让我想到更多的事情，我就会慢慢的挖掘，我会去重复那个旋律，把那个旋律发展的更完整。那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唱，我会在那个律动的感受里面找到一些关键字，就是也许本来只是哼 melody， 我会开始试着去放一些有意义的词汇进去，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段落，对。然后某些词汇它跟某些旋律结合起来以后，我认为它有力量产生。如果说用怀孕来形容的话，这个孕育这个生命，它成功着床就是在这一瞬间。对，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达成的话，那都是干白工就对了。聊一下《同学会》这首歌好了，那个时候的这首歌的创作的过程，这样。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我跟奎刚我们最喜欢灭火器的其中一首歌的。那这首歌在写的故事，其实是我们去参加了一个高中很要好的朋友的婚礼。那个婚礼对我们来说，他是我们班好朋友里面第一个结婚的，在我们26、27岁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一群很要好的高中同学，因为灭火器团员就是高中同学嘛，对。一群人一起开着车去参加那个同学的婚礼，然后在路上发现，虽然生活是渐行渐远，可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 DNA 里面那个熟悉的感觉，或高中的时候那个相处模式，那些志气或自己在乎的事情，好像都没有变一样。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时刻很值得被记录下来。所以回来这首歌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填这个词，对，因为我其实这些年来，我听灭火器的歌，最让我感动都是那些68拍的歌啊，就是不管是海上的人啊，或是同学会，68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催泪的律动。一直以来，我看着灭火器这样子一直攻破，一直突破，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一直都是很感动的，就是大家都在一个。就看着灭火器这条船，但是一直往前，然后越载越多人，然后一直航向那种伟大的航道，这就是一个海贼王的感觉啊，就是说你在一艘船上面，大家都是海上的人，然后大家都是在乘着这条船一直往前进的这样。我觉得你船的比喻很好，这也跟我刚刚讲说，你刚问我说有什么期许，这个也是同一件事情。对，
就我不敢讲有什么期许，因为讲也没有用。对，你一直做，你才会知道说原来这样不行，那样可以。然后你就尽力去做，就是学习，然后下次进步了，可能可以做得更好。对，那这艘船这点重点就是我们这样傻傻的开出来了，当然也会遇到风浪。我常常在想说，这几年的那个修费可能就一直都有时候会涨一下这样。对，那票价可能也涨一下。其实我们收到的钱没有比较多，因为都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感觉超好的，因为你会以前去演唱会，可能4个团员1台车，到后来带了1个经纪人，到后来带了1个音控1个灯控，那到现在1个巡回出去是带20几个工作团队，我不会认为说海上只能1艘船，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组成舰队该有多好，然后航向世界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。到了20年。无名英雄跑完，疫情就来了。对，中间也想要再巡回，但就觉得疫情这样很烦啊，你很怕卖了票，疫情来了乱了，你又得退。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说，这样的轨迹好像你没有随着新专辑，好像你就很难再回到 live house 里面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跑 live house 是一个乐团，它永远来说会是最开心、最爽的事。对，所以我就要想一办法说，怎么样可以巧立名目，是只要你想演，有空演，那我们就去 live house 演 ，live house 自己演，当然也可以很开心。但是如果再找一个你也喜欢的团或你也喜欢的艺人一起演，对，大家演完以后去吃个庆功宴，交朋友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这么开放的题目，它应该怎么定？然后我们就想到了以前有个很胡闹的巡回叫火大了，对。我觉得直接把这个名字拿回来用。那这次火大啦，它的这个无限 live 它的概念就是，我有新作品，我当然唱新作品。可是我有很多作品，真的很久都没有机会唱。比如说你家爆炸我没有哭，比如说顶楼天光，比如说什么光明的路。我这5场的歌单排出来，完全都是不一样的。甚至有重复的歌也不太多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，一起表演的共演艺人也都很不一样，所以真的就玩得很开心。所以刚刚在后台我也跟你讲说，这个无限 live 的意思就是说它无限办，只要有空就办。像我们上周的台南场其实不是在 live house， 我们在没有 live house 的县市或者是没有适合的大小的场馆的县市，其实还有一个做法，就是去找一个可以把它变成临时 live house 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专案就又取了名字叫做音速游击。对，就是在打游击战，对，打游击战就对了。对，没有 live house， 我们就临时搭一个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未来我也很期待说，不然我们来鹿港找一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回你家乡做一场之类的。也许做的这点事情，还有机会去把这个看 live 看演唱会的这种文化也尽一份自己的心力。我当然是会很希望说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场馆诞生。对。这个真的很重要，像高流这样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最后有什么想玩乐团，或者是对于乐团这个东西有兴趣的小朋友们，可以跟他们分享什么心得，或是心得哦？我觉得你想做就去做吧。你很喜欢的话，你就会一直找办法，你就会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。有一天你被某个问题解决了，然后你不想再努力或想要停止了，也没关系。人生就是会有很多的变数，但是你想做什么就赶快去做，就不要等。我也不可能说有绝对的把握说不可能啦，我这辈子一定会顺利的做下去。我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挑战，对。但是我会一如往常，就是还是会很倔强的去想到办法把事情解决，这样。对。今天非常谢谢大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故事，然后。期待接下来如果有火大 Trash 有办法一起好了，我们再约个时间，没问题。这次刚好有一个乐器行叫婉玲，他也提供了这把木吉他，这个是我们要拿来送给有留言的朋友们。对，只要你有在下方留言，我们就会把这把木吉他送给你。非常谢谢高流提供我们重磅的场地拍摄，谢谢大正来参与我们的节目，然后也谢谢北流提供的 IR 取样技术，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得以使用。请继续锁定 DMT Studio 接下来的节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